上周讲了数字游民的赚钱核心，打造个人品牌。今天我们来聊打造个人产品。数字游民在很多时候意味着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你这个人就是你的品牌，你提供的服务就是你的产品。打造个人品牌包括了产品的发掘、定位、定价、包装和推广等等。跟之前一样，这一期都是干货，建议先收藏再看。Quit a 9-to-5 job, book a one-way flight ticket, live on a tropical island, surround myself with like-minded people. That's the life I'm living. I'm just not a digital nomad entrepreneur. Join me for travel tips, online business success, and remote work insight. 对了，上次的视频发出后，我看到一些人留言说我聊的都是国际品牌，对它的参考性不大。对啊，因为数字游民的一大优势就是地理套利，赚取信息差、汇率差、平均收入差。传统的线下工作，你的工资是跟你的公司所在地挂钩的，比如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的平均工资就是比18线的小县城高。同理，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就是比发展中的国家高。地理套利就是指从平均工资更高的地方赚钱，比如欧美国家，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生活，比如现在数字游民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南欧、南美等等。对了，还有中国，我觉得国内的物价真的很感人，比如成都。既然数字游民都能通过互联网赚钱了，当然是选性价比更高的美金或者欧元啊。所以今天的内容依然是以国际市场为背景，适合能把英语当作工作语言的人，比如有海外留学生活的经历，了解国际市场或者在外企工作过等等。我选的这条路主要是互联网创业。我知道有一些数字游民是通过开店、开民宿、跨境电商等等这些跟实体产品更有关联的方式获得收入。我讲的主要是全线上的互联网创业，并且比较少甚至零资金的投入，也算轻资产创业吧。利用自己的技能资源，脑子变现，不涉及实体产品。比如你要是会设计、画画、营销、网站建设，甚至会理财等等，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创业打造自己的事业，甚至产生被动收入等等。就算你的目标不是创业，你更愿意做一个协助者的角色，比如远程工作，你还是在公司上班，但是你拥有了地理自由，同时收入也更加稳定。但我做的这一系列 business mindset 内容，可能也会帮到你在一整个线上工作的市场找到自己更满意的发展方向。还有我的朋友 Cat 看了我上一期的视频，说我变成了赚钱博主，我不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直以来的重点就是告诉大家，除了上班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通过互联网获得收入，并且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实现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甚至全世界旅居的生活。所以赚钱不是唯一目的，我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是为了掌握自己的时间空间，让自己活得更加自由。这个世界赚钱的方法这么多，如果你只是为了赚大钱，不考虑时间和自由的话，我相信会有其他更适合你的道路。并且在网上我们经常看到各种标题是干什么副业比较赚钱，在家也能做的副业，或者是赚钱超快的10个项目。Sorry， 我的内容不是告诉你怎么去搞副业，在上班之外获得额外的收入。现阶段在找这类内容的人大概还不是我的受众。我想分享给你的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并且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是基于你已经拥有的技能、兴趣演变出来的一条 life path， 可能是你坚持一生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内容里面，并不鼓励大家投机取巧，去东试一下西试一下赚一时的钱，因为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才是你在不断的积累经验。你的资历是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而你的 business 甚至你的眼界、你的思维方式、你的生活态度也是随着时间不断成长的。比如之前找我咨询的粉丝，我都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情况，帮他们梳理出一条发展路线，而在这个过程中用到的方法，我也会在这一系列内容里面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有耐心的朋友关注听我慢慢讲，想快速找到解决方案的也可以找我咨询。进入正题，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什么是个人品牌。个人品牌就是你的名字、你的标签，别人对你整体的印象，你的可信度，能帮助其他人在职场上快速的认识你和了解你。那么品牌下面都有不同的产品，对吧？比如 Apple 这个品牌下面的一个产品就是手机，而个人产品指的就是你能够把自己为别人提供的服务包装成一个产品并进行售卖。除了服务之外，个人产品也可以指你自己创造的一个数字产品。举个例子，你是平面设计师，那么你的一个服务产品就可以是 logo 设计。比如你是做网站搭建的，那么你的服务产品就是帮别人搭建一个公司的官网，你的数字产品可以是网站搭建的模板。比如你是英语老师，你的服务产品可以是线上英语课，你的数字产品可以是英语学习资料。很多人可能会说，我现在拥有的技能并不是那么具体，比如我之前在公司上班，我可能什么都会一点，但是没有哪一件事情是非常精通的。没关系，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怎么发掘并打造自己的个人产品。一共有5步，如果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可以直接跳到第3步，还不知道的请认真看第1、2步。第一步，根据你之前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或者你感兴趣的领域，去确定你产品的大类目。
什么是产品的大类目呢？在传统行业可以算是公司的不同部门，比如说财务部、市场部、品牌部等等。在远程工作的市场可能分得更细，比如说像 Upwork、Fiverr 这样的远程工作网站就列出了10几种的产品大类目。我现在帮你看一下，有设计、有编程、有 marketing、有视频剪辑、有翻译，还有 development、customer service、finance 和 HR 等等。上面说的这些是服务产品，如果你想成为售卖自己数字产品的自由职业，比如说摄影师、插画师，甚至纹身师，可以直接参考数字产品的交易网站，比如 Etsy、Dribbble、Behance 等等。市面上应该有很多专门为像设计、绘画、摄影这些作品提供交易的平台。Anyway， 你就看一下你现在的技能或者你感兴趣的是属于哪个大的领域。对了，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兴趣？因为我觉得兴趣是你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前提。纯靠意志力的话，或者任何外力的驱动，这样的东西是不可持续的。拿我自己举例子，我曾经的工作经历一直是跟内容、新闻、marketing 相关的，所以我就暂时确定了 marketing 和 writing 这个大的类目。但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除了我直线的工作，我还做了一些设计翻译的工作，所以这几个领域我也会先记下来。再来说我感兴趣的，比如最近 ChatGPT 这么火，我自己也很看好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所以对应的服务产品类目就是 AI Service， 我会把这一块也加上去。到这儿你可能会问这么多怎么搞？别着急，我们现在还在探索阶段，并且一切皆有可能。第二步，你就点开这些领域看看具体有哪些服务。还是拿我自己举例，比如说在 Digital Marketing 这个领域有20多种服务，在设计这个领域甚至有50多种。我要怎么选？当当，你现在拿出一支笔和一张纸，把你有过经验的或者说感兴趣的都按照这个市场上已经有的领域和服务一条条记下来。比如说在 Digital Marketing 领域，我会写下 Social Media Marketing、Paid Social Media、Guest Posting、Text Message Marketing。在设计领域，我会 Logo Design、Website Design、Image Editing。总之就是能列多少列多少。编好之后需要你去进一步的 research， 就是看一下这些具体服务的 requirement， 就是你需要的资历、技能、具体的工作内容等等。把自己现有的技能和兴趣跟这些具体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内容匹配。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问自己2大核心关键问题：在这个领域和服务下面，我有他要求的技能吗？或者是说我愿意去学吗？第二个问题，这个领域的发展方向跟我的兴趣和 passion 一致吗？从这里面先选出前3个你最有经验和最感兴趣的事情。这里说的最有经验不是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比。比如你可能觉得自己的设计还不是特别好，但这一件事已经是你众多技能中最突出的一项了，那么你最有经验的就是它。咱们就先从这3个开始探索，当然未来还会不断重复以上的步骤，但是我觉得随着你的经验不断的增多，你肯定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里划重点，学习肯定是必须的。如果你的技能并不是那么熟练，或者是你刚从传统的线下工作离职，你会发现线上完全是另外一套不同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阶段，你肯定会需要一些 mentorship 或者是 industry course。这里的具体行业课程不同，但是如果你对 digital marketing 感兴趣，可以留言告诉我。如果人多的话，我再整理推荐。对啦，这里提醒大家，你不必等仔细把这个领域研究的特别透彻，或者是技能掌握的炉火纯青之后再开始找客户。你从现在就开始，咱们可以边赚钱边学习。比如我当时在 Upwork、Fiverr、LinkedIn 这些 freelance 的平台都列了自己要提供的服务，也在上 LinkedIn、Instagram、微信朋友圈这些社交平台上发了帖子，说自己在寻找机会，甚至还会主动 pitch 一些潜在的客户等等，方法很多。这一块我们等到推广的这个部分再强调。一边学习一边积累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翻译一点都不感兴趣，设计也并不是特别擅长，反而是 digital marketing 这个领域，我学起来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工作也比较上手。就是通过这样的尝试，我才逐渐的确定了自己真正想要从事的是什么。接下来我就要讲另外一个重点了，能够让你走得更长远。第3步，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想要从事的领域，千万别想着扩大你的服务范围，你要真的费力不讨好，而是进一步缩小你的服务范围 ，niche down your business。比如我就走了弯路，我在一开始确定了自己要做 digital marketing 这个领域后，还去尝试了 display ads， 自学了 Facebook 广告投放，甚至还想去学 Google 投放。就是因为找到我的客户有需要，我都想一揽子去做。作为一个 freelancer 个人品牌，跟在公司上班最大的不同在于，客户找 freelancer 是看重你在某一个领域的突出才能，是把你当成一个专家。而在传统公司雇佣全职员工，你可能不是一个专家，但你得是一个全职劳动力。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很多中小型公司，一个全职员工得做这个领域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比如我待过的市场部，你得要写策划，还得做执行，你得做线上的 digital marketing， 还得做线下的 marketing 活动。救命！反而不禁，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上班的发展空间不大，并且成长很慢的原因之一。
我说的是20多岁跟我一样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是在职业的中期或者早期阶段，我们充当的是一个劳动力而不是专家的角色。但是即便我们是在 freelancer 的早期阶段，我们都需要深挖自己在某一个领域的专业技能，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无限的劳动力 one size fits all， 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经营，我们有自己的品牌，我们在打造自己的产品，而不是反过来让客户告诉我们他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改变公司的方向，帮他制造什么产品。这也是区分我们是在为别人打工还是做自己的老板。所以在第3步这个阶段，我从一开始尝试了 digital marketing 的不同服务，到后来缩小到了 social media marketing 这个领域，后面还得缩小，我们一步步来。第4步，设计一个最小可行的产品 MVP。关键点来了， MVP 不是 NBA 里面的 most valuable player， 而是 business 里面的 minimal viable product。因为你的个人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你先专注卖一样东西，把这一件事情交付好，之后你再升级扩张，你可以卖一个更加复杂的产品，也可以雇佣别人为你工作。比如我在一开始卖过的最小的一份产品是 social media consultation， 而最小的一份 pay service 是60分钟$100。通过这个 MVP， 我积累起来了 testimonial 客户的好评声誉等等，甚至还有 referral。在这里感谢曾经给我推荐过生意的朋友们。MVP 打造的相对成熟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升级，比如我们可以升级产品的单价，我的 consulting 可以卖到$3001个小时，或者我可以把包装成一个 package， 卖一个10小时、20小时的 session。此外，我还可以增加产品的复杂度，把它扩大到一个执行层面的 social media marketing。从品牌的角度来讲，我还可以扩大公司的规模，成立自己的 agency。这条路我走过，我的很多 role model 也走过。我想说的是，这套模式是可复制的。让我想想，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你可以从最小的 MVP 帮别人设计一个 logo 开始，你还可以做品牌设计，也就是 brand identify。到后来，你也可以成立自己的 agency， 搭建一套流程，为你创造被动收入。By the way， 我真的需要一个品牌设计，比如说字体、logo、配色标准化等等。第5步，这步超级重要，就是细化客户的范围。前几步我们讲的都是怎么细化自己产品的领域、服务等等，但是选择自己的客户也很重要。一般来说，在你的产品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你可能是来什么行业的客户你就接什么客户，因为你没有选择 ，you're trying to survive。但是从长远看，你要塑造自己的专业性，你还是得 choose a niche industry， 就是找到一个细分的市场。我打个比方，有2个 digital marketer， 一个是各行各业都干过，背景是眼花缭乱；另一个打出的口号是专门为中小型的餐饮企业提供线上推广的解决方案，并且往期的案例都是跟餐饮行业有关的。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开了一个火锅店，想要做线上推广的话，你找谁？我还在公众号发了这篇内容的文字版，我朋友就留言说，对，我们要做专门店，而不是百货商店。说是选一个细分市场，其实也是把我们自己跟别人区分开，别去试图满足所有的需求。我们需要做的是服务一个行业的客户，并且努力在这个行业做到 top 吧。我身边有人在一开始就直接从细分市场开始做，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就我自己而言，我刚好最近就到了需要进一步细分自己的行业市场这个阶段。我身边有专门做婚庆推广的、房地产推广的，甚至还有家居设计公司推广的。I respect that。产品这一块真的有点长，完成了以上步骤，你基本算是进入正轨了。而找到自己愿意深耕的领域，认真打磨的产品，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探索的。你需要不断的去试错，因为任何理论知识，包括我讲的，都需要你自己去经历了才能变成你的。That's all for today。接下来我会聊打造个人产品的第2部分，产品的对标、定价、包装、推广等等。So stay updated. Bye. I'm just not. See you next time.